我只要一休息，好像就会被淘汰的感觉。对，把自己的时间用到满，才会是迈向成功的路径。当我今天是需要拿到好结果，我第一个要根本改变的就是我不要用方式去看时间，我能不能在拼尽全力的同时，我仍然喜欢我的人生。我们好像是在聊休息，其实我们在谈的是管控的方式。我们今年进入了一种工作及生活的状态，连休息时间都在想工作，导致呢我们大脑没有好好放空的情况下，是用疲惫的状态去工作的。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开始意识到说，哇，再这样下去不行，有可能工作效能起不来。甚至我的好朋友莫，他看我拼成这样，他在休息的时候也会变焦虑，真的不敢休息。我怎么可以废弃我的战友呢？这一集的内容特别适合你，也是希望可以提高你的工作表现，甚至呢，你也希望你的生活的幸福感、满意度可以提升。还有一个，你想要用相同的工作时间，可是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么这一集的内容就很适合你哦。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你的好朋友 Jaco。我是莫，然后我是跟 Jaco 在人生探索基地一起打拼的朋友，接下来会一直看到我。说真的，该好好休息谁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就跟早睡早起身体好，或者是跑三铁呢，对我们的意志力可以变强，这个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臣妾办不到，对不对？那所以这一集我们主要会谈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到底是哪一些信念在影响我们，让我们不敢好好休息？同时呢，第二个我们要去意识到，当我们没有为自己安排足够的休息时间，它会真的带来哪一些我们不想要的结果？因为当你可以去意识到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你会更看重这件事。第三个，有一本书叫《10倍成长思维》，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很好的观点，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未来在安排自己的休息的时候，你不但不会焦虑，而且呢，你会休息得很自在，还可以用这样的观点去让自己的工作效能达到最佳状态。到底是什么在操控我们，让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都会焦虑？第一个很常见的信念就是，我只要一休息，好像就会被淘汰的感觉。对，莫，你有类似的经验吗？有，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就是小时候我妈妈是每天都很早起来，然后开始工作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要变得成功的人一定要是很早起来，你才可以真的达到成功。然后你晚上也不能太早休息，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要把它完成，你完成才可以去睡这样子。所以看我妈妈这样子的工作的方式跟她时间的安排，我几乎你应该知道我都很早起吧？对，我以前不敢比我妈太晚起来。对，就是那种感受很深。然后后来我有调整了，因为她都4、5点起来，然后我以前也差不多那时候起来，我现在是6点起来，有晚一点点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那种。就是我只要一休息，可能就没有竞争力，然后可能就是会被淘汰这样。我觉得这个背后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只要一休息就被淘汰。它的概念很像是说，当我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用到满，才代表着我是用全力以赴的状态去面对眼前的事情。对不对？对，那我都全力做了，所以这个才会是一个能够迈向成功的路径。对，我才有机会赢人家。对，才有机会赢人家， 对不对？所以其实以着这一个信念来讲，它更像是一个不敢休息是他的策略。而他的目的是想要赢过别人，或者是有生存的能力，或者是我要拿到一个好结果。对，当我们知道原来我的不敢休息，我判断的是为了要拿到好结果。所以其实能够有好的状态去拿好结果才是关键点，对不对？对。好，那接下来你就要8点起床哦。没有啦。第二个限制性信念就是，我如果休息的话，就像是在浪费生命。就像曾经有人也在电视上有讲过，他就说等到进入棺材的时候，有的是时间税。对，蛮常听到这句话。对，常听到这句话。
确实有的人的体力跟精力他是可以负荷这样的，比方说一天只睡2-3个小时、3-4个小时，对，有人是可以这样的高压状态去工作，而且他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好状态，真的还是有，但是我们得去看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一个人。因为我最近其实有看到一个那个影片，我自己看的也是觉得很佩服，就是那个少女时代里面有一个润儿，他就有提到说他其实接近1年的时间，他是有嘎表演，然后有嘎唱片，然后有拍戏这样，他真的一天只有睡2个小时，而且他2个小时是可以做到说他要去参加一个歌唱的节目，但是呢，他这个节目上台表演之前，你前面要先去排演，所以排演到开始表演中间可能有10几个小时，他就会跑去旁边拍戏，然后拍完戏之后再回来排演，对，然后排演完之后再表演这样，然后再跑明天的行程。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会让所有人看到他都是能量很高的时候，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的身体是这么的疲累，但是我不能用我的状态去影响别人。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对自己的自我标准是很高的。那但是我想谈的更像是说，今天当我有一个信念，我休息就等于是浪费生命，那它会带来的负向的影响就是他在休息的当下他会有焦虑感。对啊，他可能当下就觉得我的生命浪费马上立即觉得自己生命被浪费了这样子。对，甚至是我是不是不够努力不够认真，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呢都会是很常出现在那种我们都希望要拿到好结果，而我们都以为只要以着量化的角度去使用时间，我每一天使用多少的时间才算是有价值，才叫成功，对，才有机会获得成功，才有机会赢得别人。或者有的人也会说，比你还聪明的人都比你还努力，那你还有什么资格休息，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一个都是他背后的另外一个隐藏的判断，都会是说以为人都一样，对，但是其实人都不一样，有些人适合那一种比较高压的方式，他能做到，但是有一些人他就需要调控。还有一个最常见的信念就是从刚这个延伸出来的，就是要每一天都做到累到不行，然后疲劳到不行，限动我们打下班卡半夜2点那这样才证明我在努力。这很常见的。对，这个可能是要证明给别人看。你自己身边有朋友有类似的经验？有，他们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但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我很怕别人看不到我很努力的时候，就是那你如果这样，你就在他面前举哑铃就好。所以有时候限动都会 po， 我不是休息吗？怎么还在上班这样子？我记得我休3天这样，大概休了3天都还很认真这样。对，就是很怕别人看不到这样子。懂。对，因为我不是因为怕，不然你刚刚讲的那些信念，我比较还好。我觉得今年是拼太过头。我其中一个信念是说，每一天都是商机，每一天都可以创造几率，所以我得去善用我的每一天。所以不是从害怕的角度，可是呢，其实这样的思考也是一个我想要创造更好的结果。甚至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我要为了我们学院要继续把它带到更远的地方。可是啊，我真正感受到哇，有点快不行了，真的就是在我们不知道是从几月开始，然后一直嘎课，有没有？6日开课，然后1到5又拍片又处理工作的事，6日再开课，1到5又处理拍片跟工作的事，然后又跑外面的企业内训，对，然后再回来。我发现我没有时间可以恢复活力，所以造成的结果就变成是我有一段时间来办公室的时候，我都会出现一种很沉的那种疲劳感，很阿杂的感觉吗？我觉得阿杂或许会有一点，就是人会变得比较躁，对。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说，当我还是在做我原本喜欢做的事，可是我没办法发挥那个效能，而且甚至是休假的时候，我们也都还会去想这件事怎么做到好。所以我觉得它就出现一种情况，是我完全没有那一个空档。对。后来啊，我自己在意识到说，当我今天是需要拿到好结果，那我第一个要根本改变的就是我不要用量化的方式去看时间，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要打持久战就会变得比较难打。对，能够做到好好休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特征啊，就是他们能够做到心理去抽离他的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下班就没有想工作的事情。哇，对，他们有去研究说，能够做到这样的人会有几个很不错的表现。第一个是他们在工作上比较不会有拖延症，也不太会有疲劳感。第二个是遇到比较大的工作量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维持很不错的投入程度，还有心情的品质。可是第三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们即便工作繁忙，可是他们的婚姻幸福度的品质是不低的。简单来说就是婚姻关系没有因为工作很忙，然后反而造成了争吵或不愉快，因为它就是串起来就是一整件事嘛。对，如果我今天回到家，我还是大脑都在想工作的事，那代表我的价值观就还是以工作为主。所以我只是在想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另外一半有需求我也看不到。我现在正在烦躁，他又需要别人陪伴，他要我陪伴，我又飙他，那这样怎么会品质好？对，我觉得你好像在说我。哦，真的哦。就是这种循环。你说的是 H 小姐有受伤？可能我再问一下他。刚刚讲那个是好，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真的要反思的是，那反过来我们要去看的是，那我现在有没有开始在体验到刚刚讲的那些好的相反面？就是工作开始出现有很深的疲劳感，活力补不回来，然后甚至是处在烦躁的状态。有所以如果是你有意识到说，哇，反而在这样的状态下呢，我们的最想要获得的那一个好结果反而不如预期，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该去调整的第一个就会是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休息这件事。当我们没办法好好休息，那这个没办法好好休息，它的定义其实是你在休息的时候，其中一个关键，你能不能做到心理抽离？你在休息的时间，你可以完全没有踏入工作的那一个领域里面，你的大脑也没有在想这件事。像你自己，没有在过去的经验能够有做到，就是心理抽离，休息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工作的事。我比较常应该就是看舞台剧啊。就是那一段时间会很专注的看表演者表演，然后想要更了解他剧里面的意思，那一段时间就会非常专注的在看，然后再应该就是出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时差的那个时候，因为等于是台湾的时间已经在睡觉了，但国外的时间是早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一个时间我非常快乐，因为我不用看到任何讯息，我觉得那时候是完全抽离哦，真的很享受在那路上走的感觉。就真的是活在当下的感觉。对，因为我自己有做到心理抽离，是第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是去年出国的时候，我们是去日本嘛，那时候比较尴尬的是刚好这个地方刚租而已。我记得那时候。对，然后什么都还没弄，但是我们就去了，然后租金就开始在计算这样。结果去到那边，我难得有机会是带老婆在疫情之后出去，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给自己一个限制，就是去日本的这1个礼拜，我们就完全不要想工作的事。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刻意走在路上，只要一想到这个地方该怎么办，就立刻跟自己说这个是回台湾的事。这样在那7天真的尽可能完全不处理工作的事，然后也不去想。我发现带来的好处是回到台湾的时候，你会很想要赶快投入，而且你投入的那1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就效能就很好，而且你会期待那种全心投入，就算一天做10几个小时都 OK。可是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我们要使用心理抽离都一定得出国，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最近我是刚好也是因祸得福啊，就我前阵子有生病嘛，所以我生病的时候我是没办法，我就一直昏睡，所以我反而在那段时间，反正我每天醒来，我该做的事一做完我就跑去睡然后我发现我这样一直睡，大概睡个3-4天之后，我好像今年上半年的那一种疲劳感有因为这样补回来。真的然后我补回来之后，我再回来上班的那几天，我觉得那一个思绪清晰跟发想事情又变快。然后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感觉很不错，我才额外再做一件事，就变成是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就会让自己真的完全就是工作上的事我就不管，我就会刻意做到这件事。那我发现做完之后，我再来上班，那个感觉就好一点。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心里的想法是比较像是说，反正事情一定做不完，但是我已经意识到，如果我没有一个好的状态，那我可能在做出来产出的内容都不是我可能心里的100分。
甚至我自己做的时候，我心里也会有排斥感。等于是你那时候在养病，没有把身体养好，然后到时候回来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做好的。对，我觉得是那种感觉。但是呢，这里我其实想要来谈的是10倍成长思维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它里面那一个观点呢，它是更系统化的把我们这段时间的经验，把它截取成是一道大家可以简单去实际运作的方式。简单来说呢，它是把我们的每一天拆成是3类，一种安排方式叫自由日，第二个安排方式叫做专注日，然后再来是缓冲日。自由日的用途是说，它只有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恢复活力。你看哦，一个是我要好好休息，我有可能就让自己多睡，什么事都不做。可是没有，它的目的是进阶，变成是要恢复活力哦。这除了休息以外，还要恢复活力。对，所以它的自由日的目的就是恢复活力而已。所以它这样是不是才会变成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一个视角，比较不会出现那种我一休息，我的人生就在浪费。因为恢复活力本身也是为了达成更好目的的其中一环。可是呢，它的自由日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定义，它在谈的是说，我们还要可以意识到，当我们没有恢复活力的那一个风险会是怎么样。因为它其实在谈的是决策的品质。我们每一天花线性的时间，花量的时间去做事，可是我们去做的事情是在执行我的决策。所以如果我是很累的情况下去做决策万一这个决策的品质是降低的，会不会我浪费了更多的执行的时间？对，所以如果我们也意识到这一个决策的风险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又那么珍惜时间可以创造的价值，所以意识到这2点呢，这一个自由日它就变成是必要存在的，而且它是为了实现一个好结果必然要安排的事情。对，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每次礼拜天要到礼拜一的时候，我都很焦虑。主要是我觉得我到礼拜天就是会议几乎是从早上到下午，每一个会议你要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我有时候头脑是转不过来。对，就是会变这样。我也是看了这本书的这一段，我才突然发现说，我好像今年开始有刻意去做到这部分，但是我那时候做这部分，我还没有那么目标清晰的是为了恢复活力。我更像只是要让自己可以松弛而已。有那个弹性。对，有一个弹性而已。但是如果是以着恢复活力，我们就可以去想了，那做哪些事情可以恢复活力？所以我觉得有3个很重要。第一个是你一定要可以安排一件事情，它可能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可以让你做到真的在那个当下是心理抽离。然后第二个，不管你是选择用运动也好，看书也好，找朋友也好，哪一个方式对你来说，它会让你进入一种享受跟体验生活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一个如果你再有做，第3个就变成是见你想见的人，然后做你爱做的事，这样。而且在做的过程呢，只要意识到光是可以恢复活力，然后拥有好的心情品质，这一些都是在推进，等你进入到专注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很好的燃料。等于是你那一段时间做的都是为了专注日。对，都是为了专注日这样。第二个我们来谈缓冲日是在干嘛用的。其实缓冲日它的作用比较像是我们在做规划讨论，然后开始去准备筹备接下来的这1个月或下一季，我们总共要做好的事情。当我们有缓冲日，它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安排我接下来的时间怎么运用，跟怎么去调度我现有的人力资源，去把一个计划完成。所以缓冲日它比较像是在做策划、规划、思考、战略。第3个就变专注日。专注日它的重点在于创造结果，我要去开始执行了，因为缓冲的时候我们已经策划好了。对，所以专注日就等于我们的目标是要拿到成果。对，所以你看哦，假设我们今天是每一天都像专注日这样，每天都在想办法拿成果，哇，那真的是很累，对不对？对。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状态能量，我在专注日的这一个周期里面，我可以全力以赴、全力投入，这样就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告诉我们自己，我现在休息是 OK 的。有点像是你帮你的时间贴了很多标签。对，有点这种感觉。而且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在专注日的时候，我会全力以赴，而且我是为了用好的状态去的。这个时候你再安排休息，就会更心安理得。对吧？我觉得我现在自由日。对，所以我可以休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时间
看成是刚刚讲的那3等份，第一等份叫自由日，第2等份叫缓冲日，第3等份叫专注日。那这时候反而跟大家互动一下，你们觉得哪一个要优先排进你的 schedule 里面？我会先排缓冲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缓冲其实是为了专注做嘛，但你自由日之后才会缓冲，所以自由日我可能就已经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了，但缓冲日的时候我就要更明确的知道那个时间点在哪里。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应该会变成是缓冲日是你准备要开始规划自由日、缓冲日跟专注日的这一个安排。对，就我时间可以怎么用。对，懂。我自己就会选择先从自由日先安排，原因是因为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然后以前我的休息是我通常是要重要的事情全部告一段落，到那一刻我才敢休息半天。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先把我目前没有排重大事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挑出哪几天是自由日，那在那几天我会选择用比较有品质的方式去度过。对，那自由日再来才会是缓冲日嘛，所以其实我的概念会变成是，我的目的是让自己在体验人生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是做到一件事情，我能不能在拼尽全力的同时，仍然喜欢我的人生，而不是一直看着这些摄影灯，你知道吗？这一集聊到这边呢，替大家重点整理一下。第一个，我们的限制性信念通常都来自于我认为只要一休息就会产生我不要的结果，可能没办法更成功，可能能力没办法更突破，而这一些呢都是从量化的角度去看，但是呢我们该从质的角度去看，我能不能让自己一直都是尽可能维持在最佳表现，而在这个最佳表现呢是为了去应付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决策品质要增加；第二个，我们的工作效能增加，而且呢是能够带来更大的产值。最后一个是维持很好的心理品质，很重要。对，我们心理品质、情绪品质是好的，这个也会有助于你带着正能量的方式去影响身边的人。所以聊了那么多，我们好像是在聊休息，其实我们在谈的是管控能量的方式。这很重要，对不对？对啊。好，那这一集呢，大概替大家收敛到这边，最后出一个小题目。今年已经拼到第3季快要结束了，接下来的重点是我们替自己在未来的第4季安排一下哪一些是你不可动摇的自由日。我们一起来安排可以让自己会爱上人生的一件事。那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莫。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